村里老人每天不吃饭也要来这条小溪里泡一泡。他们说小溪里的石头会按摩，用手摸一下，肌肉就会剧烈跳动，酥麻的感觉瞬间传遍全身。流过石头的水好像也有魔力，村里人像疯了一样泡在水里，说泡完神清气爽，有的还会把这水接回家，一脸笑意的表示喝了它有神奇的力量。记者忍不住了，说什么都要感受一下。我严重怀疑这家伙是演的，韩国人都这个屌样，但他信誓旦旦地说自己真的有被电到，不过感觉挺爽的，甚至还有点上瘾。节目组摄像大哥看不下去了，你这演的太假了，你当观众是傻子啊？我来试试，这也没事啊。靠！摄像大哥表示自己真不是演的，这石头真的带电了。接着他们摸了摸旁边的石头，没有任何感觉，整条小溪只有这块石头会让人产生酥麻的感觉，好像真的存在某种磁场和能量。节目组请来专家，专家也被电了一下。为了寻找答案，大家顺着溪流往上游走，发现了一间房子，看样子很久没住人了。刚想进去了解情况，却被门把手电了一下，用电笔一测，果然有电。看来这房子漏电了，拉下电闸后，神奇的事情出现了，那块石头不再让人产生酥麻的感觉。原因很明显了，这座房子漏电，电流传导到了石头上，所以才会让人产生酥麻的错觉。维修好了电路，石头也变成了普通的石头。没想到村民却很伤感，这么舒服的按摩以后再也享受不到了，你们真是造孽啊！仔细看，他家卧室的墙上居然会不停的出血，即使擦干后还是会有红色液体不停的渗出来，而且只有靠着床的这面墙会出现这种现象。把渗出部位打开后，可以看到红色液体是从墙体内部渗出来的，内部还填充了保温材料。主人说这种情况是2周前开始出现的，那天早上起来就发现墙壁出现一个硬币大小的红色斑点，他怀疑是身上的伤口印上去的，但是他根本就没有受伤，这就很奇怪了。他也没太在意，继续上班。下班后他发现红色斑点越来越多，用刀子把墙纸割开后，里面就开始渗出红色液体，这多少有点恐怖了，该不会里面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？随后节目组在渗漏处贴上纸巾，用摄像机全程记录，没一会儿干净的纸巾上就出现了红色液体，会不会有猫咪之类的卡在了里面？但主人说应该不会，墙里面没有任何空间，墙体厚度也就10多公分，为了保暖，他们还填充了保温泡沫。更蹊跷的是，随着红色液体的出现，他父亲的身体变得很差，自己也发生了一些怪事。为了搞清楚怎么一回事，节目组找到了专业的装修师傅，师傅也觉得很奇怪，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，于是他决定上门一探究竟。一番检查下来，师傅决定揭开墙纸，瞬间一大片红色印记出现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师傅看着红色液体陷入沉思，经过漫长的等待后，他终于讲话了。 벽에 코팅을 해주는 본드제 역할을 해주는 습기 차거나 시간이 오래될수록 색깔이 더 빨개져요. 至于墙壁里为什么会出现水分，是因为3个月前外墙被拆除了一层，无法阻挡冷空气，导致墙壁凝结了很多水珠。至此真相大白，一切都是虚惊一场。但是下面这家人的墙壁就多少有点诡异了。每到半夜12点，整个公寓的墙就会传来一种凄惨的哭声，但是墙壁看起来就是个正经墙壁。主人说，有声音的时候墙壁都会震动，并且整个房间都有回声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半夜12点，全方位立体环绕的哭泣声有多瘆人。主人说，声音是从3个月前开始的，每天晚上都会持续90分钟。随后播放了自己录到的声音。听起来又哭又笑的，看起来这只鬼的情绪不是很稳定啊。节目组还询问了公寓其他住户，发现很多人都有同样的困扰，他们也录到了一样的哭泣声，都表示声音是从墙里传来的，而且有声音的时候，燃气管道都会震动。物业也调查过原因，关闭了所有能产生噪音的设备，但最终声音还是没有停止，很多人因此都无法安心睡觉。节目组带着录音找到了专家，随后专家发现了异常，录制的声波和真人声波差异很大，而且录制的音频有一种很规律的循环，所以专家认为声音应该是人为剪辑过的，并且是在录音机上循环播放的，所以是有人故意这样做的。现在问题来了，那到底是谁搞的恶作剧？节目组在公寓不同位置都安装了摄像头，想要找到这个人，接下来就是等待声音的出现。但是一夜过去了，完全没有出现哭泣声，一晚不行那就2晚。节目组在其他楼层安装了更多的摄像头，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最终还是没有出现声音。其实我觉得已经没必要再调查了，很明显恶作剧的人就在公寓里，至于是哪个就不好说了。过了好多天，小哥又给节目组打来电话，说这些天都没有再出现声音，自己睡得也很好，而且还找到了女朋友。
好的。同样遭遇灵异事件的还有下面这位大叔，他每次开车来到这个路口，后备箱就会不受控制的自动打开，就好像有什么东西要上车一样。这不，大哥拉着节目组刚来到这里，后面突然就传来声音，后备箱又自动打开了，即便手动关闭，他还是会当着大家的面自动打开，完全不给面子。但是除了这个路口以外，车子都是正常的，后备箱也不会自动打开，而且其他经过这个路口的车也没有发生这种情况，只有大哥的车会这样。即使在白天，只要经过这里，后备箱就会无缘无故的打开。大哥怀疑这个路口之前出过事故，有一些脏东西看上了自己的车，大哥越说越害怕，于是和节目组约定白天再研究。第二天，工作人员直接钻进了后备箱，拿着摄像机想要记录一下后备箱是如何自动打开的。一切准备就位，大哥开着车就来到这个路口，录像显示后备箱在没有任何外力的作用下又自动打开了，摄像小哥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那现在只能使用排除法了。开车来到路边的汽修店，师傅仔细检查了后备箱的机械锁，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。那会不会是这个车型的设计缺陷呢？节目组又找来了同款车型，开车来到这个路口，一切正常，后备箱没有任何反应。没办法，最后节目组找到了 4S 店，师傅对车辆检查后发现车辆之前安装了后备箱遥控锁，问题可能就出在遥控锁上。师傅说，如果路口附近的设备频率和你遥控钥匙频率一样的话，等你开车经过就会出现后备箱被打开的情况。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附近具有相同频率的设备。随后发现相同频率的信号就是从路口的商店传出来的，而这个设备正是商店的感应门铃。节目组拿着设备想要测试一下，结果却并不能打开后备箱。原来只有相同的频率也不行，还需要频率的密码和车辆遥控器密码一样才可以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路口肯定存在一个频率和密码都和车辆遥控器一样的设备，所以每次经过这里，后备箱就会自动被打开。至此真相大白，大哥决定更换遥控器密码，以后就可以安心的经过路口了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她是吴亦凡最怕见到的女人，因为她最喜欢吃的就是牙签。只见她一根根往嘴里塞牙签，打牌的时候就当成零食吃。到了吃饭的时候，她先摆上了3盒牙签，一口米饭就着一根牙签，吃得津津有味。你以为米饭是主食，其实牙签才是她的主食。该说不说，这牙签能好吃吗？好吃，特别好吃，比柚子香。她每天都要吃3盒牙签，一盒牙签有500根，那么一天就要吃掉1800根牙签，这也太夸张了吧。丈夫也试图阻止她，但她根本不听，你说你的，我吃我的。现在大姐变得越来越离谱，这不吃着饭就把筷子给造了。大姐说筷子比牙签大，吃着有嚼劲，口感也好。丈夫看不下去了，给大姐切了点水果，没想到啊，大姐直接把水果放在了一边，对着托盘口水直流，直接让丈夫把托盘劈了给她吃。我感觉大姐就是被丈夫宠坏了，这玩意儿能吃吗？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再惯着她了。靠，当我没说。看来只要是木制品，大家都想尝试一下。她边吃边发表看法，说托盘没有牙签好吃。那么她是什么时候爱上牙签的呢？原来大姐之前患有严重的胃溃疡，有一次当她意外吃掉牙签时，她的病竟然好了。从那以后，只要胃疼就会吃牙签，慢慢的就上瘾了，宁可不吃饭也要吃牙签。但是大姐的身体真的健康吗？胃肠啊，有什么胃镜啊都透了，没有关系。没有问题的，有问题我不让他吃了。大姐无时无刻都在吃，就连床头柜上都放满了她的零食，2盒牙签，一堆一次性筷子，躺在床上吃，逛街也吃。她甚至连扇子都想尝一尝。节目组还贴心的给大姐带来了一些木质碗筷，大姐也不客气，拿起来直接开灶。那味道如何呢？大姐说上面刷油漆了，不好吃。大姐又尝了一下竹帘，也不喜欢。她说竹子有酸味。目前来说最喜欢的就是杨木做的牙签，于是节目组又送给她好几盒杨木牙签。假如真的对身体没有任何伤害的话，开心快乐最重要。不得不说大姐的牙口真好，但是要说牙口好，下面这个男人表示不服。他拿起酒杯嘎嘣一口，直接咬下一块，接着嘎嘣嘎嘣的吃了起来。周围人的表情说明了一切。在丹东一个普通的早晨，妻子在炒菜，丈夫在洗餐前甜点，然而里面全是玻璃碴子，洗干净后上面撒上白糖，他接着就吃了起来。妻子想劝阻，但是无济于事。玻璃碴子能好吃吗？这个嚼一口非常香。节目组检查了一下他的牙，除了有点参差不齐外，没别的毛病。那么他到底为什么要吃玻璃？大叔说这个要从20年前说起。20年前他是一个销售，刚和客户签了一个大合同，由于自己不能喝酒，被客户一番羞辱，说他不爷们儿。为了证明自己，他拿起酒杯嘎嘣嘎嘣的吃了。从那以后他就爱上了玻璃的味道，他会在玻璃店找各种边角料，不同厚度的玻璃吃起来口感也不一样。挑选完毕，带着他的美味甜点回家了。回家后会根据口味对他们进行分类。他说医院的吊瓶最好吃，酥脆有嚼劲，口感极佳。而灯泡吃起来就差一点，但也很爽口。那么他一天要吃多少玻璃碴子呢？ 2个啤酒杯。
按照节目流程，他被带到了医院做检查，还在医生面前表演吃玻璃，医生也是大为震惊，但是检查结果却显示他很健康，医生也觉得不可思议，最后还是建议不要继续吃了，以后可能会出现梗阻的情况。最后大叔也表示以后就不吃玻璃了，以后改成吃牙签。下面这个大叔看了上面2位之后，连说服了，你们都是铁齿铜牙，我只能吃点软的了。只见他抓起一只泥鳅，不假思索直接吞了下去，一只不过瘾，他接着又吞了一只泥鳅，贝爷见了都直呼内行。他说生吃的味道好极了，Q弹弹还能拉丝。随后他把泥鳅都装到了瓶子里，在回家的路上边走边吃，那叫一个幸福。吃饭的时候也要先吃泥鳅开胃，母亲很担心他，但他却并不在意，继续吃着心爱的泥鳅。那他为什么要生吃泥鳅呢？原来大叔曾经有胃炎，为此还做过5次手术。为了疗养身体，他吃了很多的中草药，但是并没有什么效果。然而有一天，桌子上的泥鳅引起了他的注意，他之前在书中看到过泥鳅有缓解胃痛的功效，于是他尝试生吞泥鳅，结果胃痛确实好了不少，于是一发不可收拾。他对于泥鳅的选择也是很苛刻的，他只吃野生的泥鳅，拿着铁锹来到稻田就开始挖泥鳅，不一会儿就挖到了一盆的泥鳅，稍微清洗一下，抓起来就送进了嘴里，那是干净又卫生啊，兄弟们。朋友想做一道泥鳅豆腐汤，他却觉得根本就是浪费时间，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，生吃才是最好的。按照节目流程，他被带到了医院做检查，一番检查下来，他的身体状况很好，但是医生还是不建议生吃，因为有感染寄生虫的风险，如果非要吃的话，建议只能中午吃。最后大叔也表示，为了身体健康，以后会尽量少吃的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大妈38年没摘过口罩，即使睡觉也不摘，从没有人完整的看过她的脸。有人说口罩下面的脸非常恐怖，看了就会做噩梦，只有在她洗脸的时候会摘掉，但从不照镜子，洗完脸就要赶紧戴上。节目组想让大妈摘掉口罩，也被拒绝了。不仅如此，她还一直用手扶着脸，好像很痛苦的样子，说必须要手动把眼皮翻开才能看清东西。大妈从衣柜拿出自己年轻时的照片，看着很正常啊，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真的是奇怪。即使和家人一起吃饭也不会摘口罩，自己独自一人在卧室吃，家人都20年没见过他的脸了，就连女儿拍结婚照他都没有参加，因为拍照要求摘口罩。经过长时间的沟通，大妈说出了自己的故事。原来她18岁结婚后生下了4个孩子，在生第5个孩子的时候，很不幸出生就夭折了，这对她打击很大，慢慢的嘴巴变得不听使唤，舌头也变得僵硬起来。大妈鼓足勇气摘下口罩，可以看到她的牙齿都掉光了，牙龈都是外翻的。医生说她这种情况就是心理原因导致的，很可能是孩子的夭折让她悲伤过度，以至于严重影响到了身体健康。医生给大妈制定了详细的康复规划，希望大妈赶快走出来吧。和大妈一样，下面这个大叔也喜欢戴着面具，一个戴着诡异面具的人在无人的芦苇丛中弹琴，穿着白衣服，看着十分诡异，即使在深夜也会传来琴声，看到有人靠近立马扛着琴跑了。联想到最近发生的一起凶杀案，工作人员觉得这人可能不简单。第二天又见到了他，正戴着面具做表演。有人说他在街上弹琴已经有2年了，从来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，都很好奇面具下的脸长什么样。表演结束后，他终于摘下了面具，满头大汗。那他为啥要一直戴着面具？原来啊，他的梦想是当一名钢琴家，但只要上台表演就会非常恐惧，手脚不停出汗，以至于失误不断。慢慢的，只要有人在，自己就无法弹琴，他不得不放弃了梦想，当起了快递员。偶然的一次，当他戴上面具弹琴时，各种恐惧紧张一下子都不见了。他开始尝试在街上戴面具表演，没想到大家都很喜欢看。他说刚开始很在乎别人的眼光，那现在戴上面具后，他不用在乎别人的感受了，感觉非常自在。节目组建议他摘掉面具表演，他内心还是非常犹豫。第二天下班后，他照常戴着面具表演。表演结束，他突然举起了牌子，上面写了自己一直戴面具的原因。这一刻，他决定摘掉面具，众人纷纷鼓掌支持。他不再紧张，不再恐惧，非常轻松地弹奏了一曲。所以说，直面内心的恐惧才是治疗心理问题的关键。大叔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。他一觉醒来，发现被绑架到了一间密室，他大声呼救，也没有任何回应。墙上的摄像头正在同步直播他的一举一动。这时广播里传来声音，说了一些游戏规则，最重要的规则就是禁止睡觉，任何企图睡觉的行为都会被制止。广播还说，出去的线索就在密室里，密室里只有一个凳子和水桶。他掀开水桶盖，里面全都是腐肉。没办法，为了能出去，强大的求生欲驱使他忍着恶臭在里面一阵翻找，只找到了一个玩具娃娃。接着进来一个手拿电击棒的蒙面人，把小丽电晕后绑在了椅子上，给他戴上了 VR 眼镜。 VR 里播放着打扑克牌的画面，还传出刺耳的声音，这让他整晚无法睡觉。此时直播间的人气飙升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暗网吗？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。来到第二天早上，小丽被逼着回答一些变态的问题，回答不能让他们满意的话，就会被蒙面人用高压水枪持续攻击。蒙面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小丽时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。就这样来到第3天，蒙面人又带进来一个女人，让他们2个玩抢答游戏，答错的话就会受到惩罚。小丽侥幸
幸获胜，新来的女人则被一枪爆头。3天没睡觉的小丽看到这一幕崩溃了，她完全不知道蒙面人的目的是什么。随后蒙面人给她戴上了 VR 眼镜，漫长的煎熬又开始了。来到第4天，小丽已经变得有些精神恍惚了。4天没睡觉没吃饭的她都已经很难站立了。这时蒙面人送进来一些吃的，但是被锁了起来。广播里说他只有1分钟的时间。小丽不断换钥匙开锁，终于打开了，接着狼吞虎咽起来。1分钟时间到，小丽把饭吃了个精光。广播里又说大门的钥匙就在那串钥匙里面，你其实可以用这1分钟的时间打开大门逃走的。小丽又崩溃了，在这给我玩脑筋急转弯呢。接着蒙面人又准备把她绑在椅子上，趁蒙面人不注意，小丽一个提膝放倒了他，捡起那串钥匙冲向大门，试了几次后终于打开了锁，但紧接着被缓过来的蒙面人电晕了。时间来到第5天，5天没有睡觉的小丽刚闭上眼睛就被刺耳的警报声叫醒了。接着蒙面人推进来一个木箱，把小丽电晕后放了进来，接着封上盖板，随后又把3只老鼠放了进去。这时广播里又说话了，说老鼠已经饿了好几天了，你们谁死谁活由你决定。一番挣扎过后，他咬死了3只大老鼠，老鼠估计也是第一次见到比猫还厉害的人。随后蒙面人打开箱子，把小丽放了出来，为了防止她睡觉，再次给她戴上了 VR 眼镜。来到第6天，一阵滴滴声传来，他循着声音在之前的玩具娃娃里找到一部手机，这不好办了吗？他赶紧报警求助，警方让他提供地址，但他根本不知道这是哪里。突然电话就没声音了，原来是没电了。此刻小丽真的崩溃了，6天没有睡觉，她已经开始产生幻觉了，看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人。随后她被绑在了手术台上，医生破坏了她脑部的人脸识别中枢神经，小丽现在已经不能识别特定的人脸了，简单来说也就是脸盲了。就这样来到了第10天，小丽恍惚中看到对面坐着一个长相恐怖的男人，中间还放着一把锤子。恐惧中她拿起锤子，梆梆2锤把对方解决了。抬头一看，密室大门居然打开了，别管有没有阴谋，先逃出来再说。没想到啊，她竟然跌跌撞撞的跑了出来，才发现这里是荒废很久的工厂。10天没睡觉的她最后还是倒在了回家的路上，还好被一对双胞胎老大妈救了，但是画面看着属实诡异。最后在没有询问小丽家庭地址的情况下，竟然把她送回了家。其实这对双胞胎也是蒙面人一伙的，小丽现在也还在游戏中。回到家的小丽第一件事竟然先洗了个澡，不是应该先睡觉吗？我觉得她还是不困。这时她听到有人开门，她惊慌的拿起一把刀躲在了墙后面。她现在已经不认识任何人了，等人靠近后，她从后面偷袭猛刺几刀就把这人解决了。刚刚小丽杀人的画面也正被蒙面人组织同步直播了。这时直播间管理员发送了一句话：实验成功，直播结束。其实小丽杀的人正是自己的父亲。之后小丽被带到警局，经过医生评估后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。画面一转，一个中年妇女从这间密室醒来，直播又重新开启。原来这个女人是一位俄罗斯高官的妻子，蒙面人组织之前刺杀过高官，但是失败了，于是找到了这种方法，让人连续10天不睡觉，再破坏他们人脸识别中枢神经，让他们不认识身边的人。小丽杀掉了自己的父亲，证明了实验的可行性。于是他们绑架高官的妻子，以同样的方法想让妻子杀掉高官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谋杀高官。这个电影看得我真的好困，答应我看完这个视频点个赞就睡觉吧。我是月贝，下期见。一群大妈跟着一只公狗在做祷告，眼神满是崇拜，只因这狗不一般，很早就看破红尘，出家当了和尚，每天跟方丈一起诵经念佛，居然还学会了打坐，露出虔诚的眼神，身体半蹲，双手合十，一坐就是1上午，直到念经结束才会把手放下。众人都很好奇，好好的狗狗为啥会选择出家当和尚呢？他能听懂佛经吗？一旁的方丈却笑而不语。不仅如此，他现在连狗粮都戒了，只吃素，大白菜是他的最爱，还上过报纸，被各大媒体争相报道，甚至有人为他写了一本书，收获粉丝无数，经常收到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来信，还有粉丝亲自来寺庙看他。狗狗非常有礼貌，见人就作揖，连粉丝也不禁想问他到底为啥要当和尚。方丈表示这狗之前是个花花公子，到处沾花惹草，偶然间来到寺庙，正好看到方丈在念经，一下子就被吸引了，听得如痴如醉，自此看破红尘，遁入空门。刚开始方丈以为他只是在模仿自己，但随后几天只要方丈诵经，他就会出现在一旁静静的听，有次还看到他独自在佛前打坐，一坐就是半天。方丈看到了他的慧根，于是收留了他，并给他取了法号悟净。就这样他已经在寺庙待了3年，一旦有空就跑到佛前打坐，不得不说还真是只虔诚的狗狗。他在厕所偷偷装监控，正对着马桶，看到了让人哭笑不得的一幕。每次他半夜去厕所，马桶里总会出现没有冲的尿，关键家里就他一个人，而且自己都会随手冲马桶，窗户都安装了防盗窗，根本不可能有人能进来。这怪异现象搞得他精神崩溃，甚至怀疑是被什么不好的东西缠住了。他现在半夜都不敢上厕所，有次实在尿急，蹑手蹑脚的来到厕所门口，就看到一个黑影闪过，这黑影有点似曾相识，这下他更怕了，硬是憋到了天亮才去厕所。不出意外，厕所又出现了没有冲的尿，看尿的颜色，这东西啊还有点上火，
实在没招了，只好在厕所偷偷安装了监控。一夜过后查看监控，终于找到了罪魁祸首。这一切竟然是他家的猫干的。现在猫都会上厕所了吗？大叔无奈一笑，说等它上厕所你就知道了。等了好久，猫咪都没有要上厕所的意思，倒是主人来了尿意。刚来到厕所，猫就跟了过来，直接跳上马桶，像人一样蹲在那里，表情十分严肃。大叔说自己从来没训练过它，那它为啥会在马桶上厕所呢？专家表示，猫喜欢模仿主人的行为，如果你们关系很好，猫会表现得像人一样，以此来得到更多喜爱。这样一来就说得通了。小猫就是主人收养的流浪猫，之前主人上厕所，猫就会蹲在厕所里仔细观察，可能慢慢的就学会用马桶了。大叔表示，如果它用完能冲一下就更好了。相对来说呢，下面这个大妈就正常多了，鸡蛋连壳一起吃，一天要吃1斤蛋壳，大妈已经吃了10年。香蕉在裤子上蹭2下啊，直接连皮吃，再来一口带皮的橘子，哈密瓜，带皮吃，甚至连苹果核也要吃，这样吃不会吃出问题吗？而他自己却说这是外壳救了他的命，这又是为啥？他也不解释啊，反而变本加厉，觉得果壳不过瘾了，直接吃起了生板栗，看样子味道也不错啊，2口就能吃下1个。大妈的闺蜜都很担心她，叫她来吃饭改善一下，没想到啊，大妈却把饭菜扔在一边，拿起蟹壳直接开灶。她边吃还边嫌弃，说螃蟹啊还是生的好吃。接着又把朋友吃剩的鱼骨头用菜叶包起来，几口就吃了下去。那她为啥要吃这些呢？真的是奇怪。到目前为止，带皮的水果没有什么是大妈不能吃的啊，即使是榴莲它也是带皮这个没有。大妈说果皮才是好东西，有营养，而且自己很健康。接着她终于告诉大家吃这些的原因。原来啊，当年她得了很严重的胃溃疡，有天痛到无法忍受，莫名其妙吃了带壳的鸡蛋，没想到喂了一下她就不疼了，从此就走上吃壳的道路。节目组也带她去检查了，胃病真的好了，身体啥毛病没有，但医生还是建议大妈少吃，不然很可能会损伤肠道。一定要吃的话，最好中午吃。和大妈一样，下面这个大爷也是狠人，他把洗洁精当沐浴露，白醋当洗面奶，食用油拿来护肤，还说比护肤品好用。13年来都是这样护肤的。护肤3部曲安排上，第一步往毛巾上挤入洗洁精，接着往全身涂抹，脸上也不能少啊，拿水一冲，第一步完成。接着倒出白醋，均匀的涂抹在脸上，拍打促进吸收。最后一步往皮肤上涂抹食用油，保湿又美白。他说白天要用玉米油，晚上用花生油，这样保湿效果最好。工作人员摸了摸，果然很光滑。这样一套下来的话，就可以上烧烤炉了。不仅如此，大爷刷牙也要用白醋，说可以消菌杀毒，口气都变得清新了呢。至于牙膏嘛，有别的用处。只见他往手上挤入半管薄荷味牙膏，接着就开始洗头了。你别说，泡沫还挺丰富的。大爷说这样洗完清爽自然，工作时也要随身带着白醋，没事就要拿出来涂一涂。看电视也不能闲着，连妻子都不能理解大爷的奇葩操作，直接把妻子熏走了。为了达到更好的保湿效果，他还会用食用油自制面膜。不得不说皮肤看着细腻了很多，医生也没有检查出任何问题。由于大爷年龄大了，如果继续这样操作的话，皮肤可能会恶化。这种护肤方式好不好不知道，反正我感觉挺入味的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婴儿车被包了起来，里面时不时传来怪叫，没有人知道婴儿车里面是什么。大妈整天推着婴儿车流浪，晚上就睡在公共厕所，这样生活了10年。问他为啥不回家，他却说家里有个怪东西会隐身，就算在外面冻死也不敢回去。即使在外面，他依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跟着自己，警惕地看着四周。白天他又毫无目的的流浪，拿出一盒猫罐头开始吃，还往婴儿车里放了一点，这才看清楚，原来婴儿车里面还有一只猫。经过一番沟通，大妈同意带我们去家里，他家门上安装了5把锁，里面还有一道防盗门，进来后要赶紧用一个柜子挡住，屋里窗帘紧闭，没有一丝光亮，并把所有家当都放在了衣橱里，甚至包括电饭煲。节目组安装了摄像机，想要拍到大妈说的那个怪东西，然而一夜过去并没有任何发现，就发现大妈行为举止很反常。只见她半夜好像听到了什么，惊慌的来回走动，还时不时跪在地上，嘴里一直念叨着什么。节目组很疑惑，大妈神秘的指了指天花板，说你难道听不到声音吗？那个怪东西就躲在天花板上呢。但工作人员并没有听到任何奇怪的声音。节目组觉得这一切都是大妈想象出来的，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经过长时间的沟通，她决定去医院。一番交流下来，医生说她患有妄想症和精神分裂，必须尽快吃药治疗。原来之前她妈妈生了一场大病，因为没钱治疗嘛，很快就去世了。没过多长时间，父亲也去世了，她感觉自己没有保护好父母，从那时起内心充满了愧疚，只有在人多的大街上才能避免内心的孤独，只要在房子里就会产生屋里有别人的幻觉。老人死了15年，身体却没有腐烂，甚至散发出淡淡的清香，手指甲还在生长，连血管都清晰可见，甚至还长出了黑头发。家人都认为奶奶并没有死，只是睡着了而已。他们会定期给奶奶剪指甲，
每天还要给奶奶擦身体，单独给她做饭，看着成为一具干尸的老太太，节目组也震惊了。原来15年前奶奶突发疾病住院，在9天不吃不喝的情况下，竟然喷出了16斤便便，接着就断气了。奇怪的是，体温并没有下降，一直维持在36度，身体也不僵硬，除了没有气息外，没有任何去世的症状。家人把奶奶接到了家里，慢慢就变成了一具干尸。专家说，只有在极其干燥或者寒冷的地方，才有可能形成干尸。然而当地的天气高温潮湿，这种环境下没有腐烂，就很不科学。节目组觉得可能做了防腐处理，但家人却说并没有做过任何处理，还说奶奶有个特别的习惯，那就是吃斋，一吃就坚持了50年，这有可能是奶奶肉身不腐的原因之一。奶奶的事在当地广为流传，很多人慕名而来，想要一睹真容，还觉得他家的井水有神奇的功效，都用瓶子接水喝。至于究竟是什么原因，专家也没有给出解释只能说真的很神奇。然而下面这面墙也很奇怪，他家的墙会哭，只要静静的听就能听到抽泣的声音，整整哭了10天。店主说有时用力敲2下，他又会稍微停一会儿，越到晚上哭声越大，搞得人心惶惶，顾客都被吓跑了。工作人员录下声音，找到了专家，对声音进行了波长分析，总之结论就是这声音明显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。真是见了鬼了，难道墙是活的，它有心跳？大家才不信。店主请来了装修师傅，这师傅一来也不敢得罪这墙，大家鼓励了他好久才开始。现在墙上打了个洞，内窥镜往墙里一看，就看到了2只闪亮的眼睛，师傅被吓了一跳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只小猫咪，墙上都是抓痕，看起来现在已经精疲力尽了。那它是怎么钻进去的？节目组检查了屋顶，猜测是通过屋檐下的缝隙钻进去的，在墙壁之间穿行时不慎跌落到了墙里面。店主说这只猫我见过，之前一直在我店门口转悠。店主决定明天拆墙救它，可第2天墙里一点动静没有，通过手机观察，里面空空如也，猫咪不见了。专家认为猫咪已经自己逃脱了，强大的求生欲让它克服了种种困难，最终爬了上来。几天后，小猫咪果然出现了。然而下面这家也发生了一件怪事，他家经常无缘无故的出现长头发，有长有短，最长的有2米，比他本人都高，有时出现在厕所，有时出现在卧室，拔一根自己的头发做对比，大小几乎一模一样。他觉得这就是人的头发，关键他家人都是短发，而且最近来家里的人也都是短发。一开始呢还误会了老公，以为是老公在外面带来的。这种现象呢是1周前开始出现的，老公当时在叠衣服，就发现了一根长头发，衣服是刚从烘干机里拿出来的，他赶紧查看烘干机，里面却干干净净，毛都没有。慢慢的头发出现了越来越频繁，看着吓人。房子呢是他们租的，刚住进来也没几个月，而且像这样的房子租金却很便宜，当时房主也是很着急的往外租，他们怀疑房子里发生过不好的事情，难不成真的有鬼？节目组带着毛发找到专家，专家看了半天，说从粗细大小上来看和头发确实很像，接着又在显微镜下观察，结果专家却说这并不是头发，那这到底是啥呢？专家说这就是裤子上的线头而已。接着妻子检查了衣服，果然在一件西装上抽出了一模一样的线头，长度也完全符合。虚惊一场。好了，我是预备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家的房子会自己加热，室温常年64度，平底锅不开火就能煎鸡蛋，水龙头出来的也都是热水，墙纸都烧焦了，往墙上泼水会发出吱吱的声音，不小心碰到地板都能把手烫个水泡，工作人员才一会儿就汗流浃背了。不仅如此，卧室的温度竟然达到了70度，这睡一觉还不就8分熟了，而且地暖早就关了，电源早就拔了，不可能是地暖问题，那会不会是电路问题造成的？节目组检查了所有电路，结果一切正常，有可能的因素都排除了，但还是找不到问题所在。大半日的根本睡不着啊，只能不停地往地板上泼水来降温。邻居们对此议论纷纷，有人说房子下面有温泉，还有人说房子下面是地狱之火。一时间关于他家的谣言越来越多，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？就在节目组测量外墙温度时，意外发现电表的温度非常高，这就很反常了。打开电表的瞬间就冒出了电火花，维修人员发现电表和配电盘之间没有断路器，另外他家房子不是混凝土结构，而是钢架结构，当电表短路时，整个房子都是导体，产生的热量会通过钢架传递到整个房子，所以才会出现超高温的现象。幸亏发现的早，不然煤气罐都有可能发生爆炸。维修人员找到了粘在一起的电线，换上了新的电表，一切恢复了正常，这下可以凉爽的睡个好觉了。然而下面大叔家里发生了更离奇的事，他家的墙会拉屎，每天早上就会出现满墙的便便，有长有短，最长的有25厘米。然而这条街上只有他家墙上会出现这种现象。你要说有小动物在地上拉屎可以理解，但是墙上是怎么拉上去的？有的位置比人都高，一般的小动物是做不到的，那会不会得罪了什么人？大叔说自己为人和善，从没和别人
有过纷争，这种情况是半年前开始的。他还安装了监控，但一直没有拍到可疑人员，便便都是突然出现的。节目组请来专家，决定从便便入手。专家开始收集大便，他们要从便便里提取 DNA 来确定到底是什么物种的粪便。节目组也没闲着，架起了多个摄像机，全方位监控这条街。一夜过去了，便便再次出现，查看录像可以清晰的看到便便是从天而降的，没有拍到任何生物，这就很惊悚了。这时便便的分析结果也出来了，专家说是人类的粪便，而且还是女人的。那现在好办了，只要是人为的就一定可以拍到它。节目组安装了更多的摄像机，一夜过去了，果然有收获。录像显示便便是从他家对面飞出来的，还拍到了始作俑者是一个满头白发的人。大叔看到都懵了，说这是他家对过的邻居，名声很好的，从来没想过是他们做的。节目组拜访了邻居，老人说自己妻子有老年痴呆症，不知道妻子的这种迷惑行为，表示很不好意思，说可以帮忙打扫，以后会看住妻子，不会让她乱丢便便。大叔也很无奈啊，说本来想找到人要点赔偿的，想想还是算了吧，最后表示可以理解，以后不再出现这种事就更好了。然而下面餐厅遇到了更灵异的事，这家餐厅的橡胶手套每天晚上都会被撕得粉碎，形状非常不规则，看起来不像是人为的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可以让它瞬间分解。店主说这种情况已经持续2周了，非常诡异，想想就起鸡皮疙瘩，以至于早上开门都不敢一个人进去，等员工到齐后才敢进入。来到后厨一看，手套又被撕成了碎片。员工分析，如果是动物的话肯定会找东西吃，不会没事撕手套的，但是房间的食物并没有少，那会不会是人？工作人员试了下，根本撕不开，即使用剪刀也做不出这种粉碎的效果。店主想到了一个方法，下班前把面粉撒在地板上，等明天看看有没有脚印就完事了。节目组也架起了摄像机全程记录。第二天一早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，手套又被撕成了碎片，然而一个脚印也没有。查看录像后发现，手套竟然是自己慢慢分解的，完全没有任何外力的作用，自己就裂开了，这很不科学，难道真的遇见鬼了？节目组找到专家仔细观察录像后说，手套应该是被臭氧破坏的，餐厅一般会用臭氧消毒，臭氧有很强的氧化性，可以轻松氧化手套中的分子结构。至于为什么只发生在晚上，是因为白天一直通风，但是晚上臭氧就聚集在一起了，浓度高了就可以腐蚀手套。为此专家还做了个实验，密闭空间内臭氧很快就把手套分解了。至此真相大白，一切只是个化学反应而已，只要晚上也把通风打开，就可以解决这个灵异事件了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有个大豪宅，却天天住在厕所里，睡觉在厕所，吃饭也在厕所，掀开垫子下面全是尿，还说厕所味道清新自然，厕所门时刻紧闭着，好像在躲着什么东西。他说只要离开厕所就会头晕目眩，全身酸痛，不得不离开的话就要全程戴口罩。去客厅那都算是旅游了，还会给客厅喷一种神秘的液体。白天大妈很反常的出门了，她来医院看望丈夫10年前得了中风，就一直住在医院，一见面丈夫就哭了，说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这时大妈说她房子有毒，还说是邻居往她家放的毒气，之前和邻居吵过架，所以就往她家放毒气，让她无法安心睡觉。为了防止毒气扩散，她封死了家中的各个缝隙，还安装了多个监控摄像头，因为厕所的气味最小，就成了她的庇护所。虽然大妈说的证据确凿，但节目组却什么都闻不到，用专业仪器检测后没有发现任何异味，甲醛也没有超标。节目组拜访了邻居家，也不像大妈说的那样，大妈之前还报过警，警察也检查过邻居的房子，没有任何异常。很明显这一切都是大妈自己想象的。精神科医生表示，丈夫住院后她不得不独自生活，产生了严重的焦虑和孤独感，可能就慢慢产生幻觉了。医生说大妈需要人陪就会慢慢好起来。走进科学节目组变成走访问问节目组，陪大妈聊天，给大妈按摩，还一起在厕所吃饭。几天过去了，大妈突然从厕所出来了，她开始正常的做饭，口罩也摘掉了，给工作人员做了一桌子好吃的，说现在已经闻不到任何异味了。大妈终于走了出来，看到没对象的赶紧找个吧，不然老了真的会很孤独的。和大妈一样，下面这个大姐的情况也不容乐观。大姐每天穿着用2万个曲别针做的衣服，衣服重达50斤，就这样在家里穿了10年，家里堆满了各种杂物，在家只能爬行，所有东西都被装在塑料袋中，甚至天花板都用塑料袋覆盖着，窗户也被封上了。洗澡也不脱衣服，只见她洗着洗着突然站在了马桶上，她竟说不得不这样做，她究竟在躲避着什么？大姐说家里有电磁波辐射，让自己非常痛苦，她认为曲别针可以屏蔽辐射，才用曲别针做了这件盔甲。为了验证她的说法，节目组请来专家测量房子的辐射量，
结果房子几乎没有任何辐射。工作人员建议他脱掉铠甲，大姐犹豫再三，决定试一下。没过1分钟，她突然把头埋进了被子里，表现得很焦虑，还说自己疼得受不了了。接着又开始穿铠甲，穿完大姐长舒一口气。节目组找来了心理医生，一番交流下来，大姐突然哭了起来，缓缓说出了藏在心中的秘密。在她年轻的时候，被一个陌生男人跟踪了长达半年，她搬过好几次家，都会被找到，会在半夜敲她的门，还经常给自己发骚扰短信，换手机号也没有用，感觉自己时刻都在被监视。从那之后，她变得非常敏感多疑，以至于能感觉到手机发出的辐射。她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自己会慢慢好起来，没想到却变得越来越严重。医生建议大姐不要逃避，要直面内心的恐惧，即使暂时无法克服，也要学会和恐惧共存，学会接纳自己。和大姐有相似打扮的还有下面这位大叔。大叔的口罩是用沥青做的，衣服上也涂满了沥青，还说自己不能暴露在阳光下。他家里也非常昏暗，没有任何一盏灯，插头都被拔了下来，即使是一个信号指示灯都会被他用黑色胶带盖上。电视也被大叔故意砸坏了，家里所有的电器都处于失灵状态，唯一有用的就是电脑，但用电脑之前必须全副武装，最多只能使用3分钟，不然身体就会疼痛难忍。他还去过很多医院，医生都说他身体很健康。说话间他突然紧张起来，紧紧盯着100米开外的一辆汽车，戴上了口罩和帽子，还说是为了安全。他究竟在躲避着什么？大叔说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个信号塔，以前他就住在这个信号塔下面。他说附近的辐射很严重，只要一靠近，心脏就会剧烈疼痛。大叔解释说自己对辐射很敏感，一点点辐射就会对自己产生伤害，为此才戴沥青口罩来躲避辐射。可信号塔附近的邻居却说并没有感受到任何异常。专家也解释说，信号塔只会以水平方式发送信号，并不会对塔下的人产生过量辐射。工作人员还用专业设备检测了屋内的辐射量，结果远远低于安全标准，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。既然大叔说自己能感受到辐射，那给他做个测试好了。给大叔戴上眼罩后，让他判断面前电脑的开关机状态，结果测试7次，错了5次。很明显了，大叔的问题只是心理问题。要想治愈心理问题的话，第一步就是要面对恐惧。他找到心理医生咨询，原来大叔做生意亏了很多钱，家庭也破裂了，巨大的压力让他产生了幻觉。一番沟通下来，大叔决定不再逃避，直面内心的恐惧，勇敢面对生活。加油吧，大叔！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肩膀上出现了一只诡异的手，像是一个婴儿趴在了背上。关键他家就一个孩子啊，左边露出的脚是自己的，旁边看起来根本就没有人。然而诡异的照片不止这一张。丈夫说之前在车里给孩子拍照，车窗上也出现过一个奇怪的影子，有胳膊有腿的，看起来很像人。当时连续拍了2张照片，奇怪的是第2张照片上影子又神秘消失了。刚开始以为是窗户脏了，但车是刚洗完的，完全没理由啊。节目组找到专家，通过分析照片信息，专家不认为这是灵异事件，给照片调个色就可以看出来，影子有一圈明显的线条。专家认为是之前车窗上的贴纸留下的印记，虽然肉眼看不出来，但手机是可以拍出印记的。为了验证这个说法，节目组找来了同款车型，往车窗贴上蜘蛛侠贴纸，然后在烈日下暴晒6小时，完事后揭去贴纸，车窗还是干干净净的，即使用背景布遮住，肉眼也看不出任何印记。接下来用手机对着车窗拍照，果然拍到了贴纸留下的印记。至此影子的谜底揭开了，那肩膀上的手又如何解释？专家仔细观察后发现，大腿旁边凸出来一个三角形的东西，像是裙子之类的衣角。他推测当时后面可能有一个1.2米左右的女孩，正好举了手，由于视线遮挡，拍出来的就只有一只手而已。节目组还原了当时的场景，等女孩走到婴儿车后面时，拍出的照片果然只看到了一只手。至此真相大白，一切都是虚惊一场。有相似经历的还有下面这家人，他家客厅窗户上出现了一张脸，看起来像是梳着双马尾的老太太，死死地盯着一家人。窗户对面就是墙，不可能是对面反射过来的，而且他家在3楼，一般的老太太是上不来的。当时只有丈夫一人在客厅整理玩具，完事后对着玩具拍照，第2天欣赏照片时就发现了这张脸，看着非常诡异。随后对着窗户又拍了很多照片，但是那张脸没再出现过。丈夫一口咬定那不是人啊，不是人，那是什么？ 화장실 아니면 안방에 있었던 것 같아요. 专家分析后确认了照片的真实性，考虑到房子的周围环境，专家认为是屋内某个东西反射在了窗户上。仔细观察后，在出现脸的位置找到了凳子的影子。妻子说之前确实会把衣服挂在凳子上，专家表示应该是衣服的褶皱正好反射在了窗户上，才形成了脸的轮廓。接下来还原现场，把相机架在当时拍照的位置，在椅子上挂好衣服，弄出人脸的轮廓，然后拍出的照片中确实有类似脸的东西出现了。专家把衣服弄出更多褶皱，反复调整，终于5个小时后拍出
出了和之前一模一样的人脸，都是一种巧合而已。然而更诡异的还在下面，每到深夜，村里山坡上就会出现一张脸，脸部轮廓非常清晰，就这样一直盯着整个村子。村里老人说，山坡之前就是墓地，到现在还有好几座坟墓，已经不知道主人是谁了。村里另一位大妈也说，在她小时候，山坡上还发生过一起惨案，一家3口惨遭灭门。一时间关于这张脸的说法越来越多，听起来也是越来越灵异。节目组架起了摄像机，全程记录，想要一探究竟。天渐渐黑了下来，那张脸也慢慢浮现了，看起来有鼻子有眼的，像是一个男人的脸。村民议论纷纷，有人说是来寻仇的，有人说是来索命的，反正大家都很恐惧。节目组的摄像师超勇的好不好？他决定在山坡上近距离观察，当他拨动一下树枝，这张怪脸的形状竟发生了改变。摄像师差点笑了出来，说山坡上的树被路灯反射后，就会形成对称的阴影，看起来就像是眼睛，而树干看起来就好像鼻子，周围的藤蔓就成了脸的轮廓，一切都是错觉而已。得知真相的村民表示，哎，你别说，现在看起来还挺可爱的。还有人说，现在看起来像企鹅，这就很尴尬了。说实话，我看这种灵异事件都是笑着看完的，希望你看完也能开心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